Hello，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修萨凯。那么咱们这期视频呢，来给大家继续讲这个关于这个量化交易这块儿啊。因为我之前的视频呢，也是看大家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啊，也有不少人这个来问我这个怎么做或者怎么弄这个东西。首先呢，是大家的技术上的问题啊，技术上问题，比如如何安装这个 Trading View，如何不是 Trading View，是那个 Hummingbot，然后如何去进行这个 Docker 的配置，如何去进行这个 API 的配置。然后这期呢，咱们来说一下这个关于策略的问题啊。其实我之前说的那个策略呢是非常非常简单的，后面这个策略呢，我们今天就讲一个吧，讲这个 MA 均线啊，然后给大家也是在这个实测代码这里。博客我已经都写好了，然后大家如果需要代码，可以到我的博客上来复制一下，然后博客放在视频下方。那么我们来实际跑一下这个代码，然后顺便来看一下这个移动平均线 MA 啊 Moving Average 这里的介绍我已经给大家放在这上了。它其实是一个这个判定买入和卖出的一个指标。但是呢，说句实话呢，光凭这一个指标呢，其实不太能做出这个准确的判断，甚至有很多时候呢会进行一个误判啊。那么今天只讲这一个呢，因为后面我会讲其他的指标，以及去用这个派语言去实现这个派语言去实现，然后去这个运行在这个 Trading View 上。来回测这个数据。好的，那么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啊。那么咱们直接来这个 Trading View 看一眼吧。好的，其实我已经把这个东西放在这儿了啊。然后上面这个箭头，然后策略，然后这个 Trading View 上面的配置啊，也是之前给大家讲过了。第一步添加到图表，添加到图表会出来这么一个东西。然后你如果是按照我这个代码复制的呢，中间这个 start end 它是有这个时间控制的，大家直接去往这里。当然，它这个时间图表有些问题，它有些看不见啊，它只能看到这儿的一些信息。我们这里比如说可以改时间来测试这个 MA 啊，我这里选择是 MA 80。MA 的后面选择多少呢？我觉得呀，大概是80和120，甚至200也可以。这个后面我会讲到，后面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策略，是一个外国人发明的，他用这个策略做的还比较好啊。回头咱们去回测一下，看看他那个策略怎么样。至于他那个策略是用的什么策略，我先不透露了啊，到时候给大家讲一下吧，看看大家对那个怎么样。如果那个好的话，大家可以去用啊。这里其实我并没有过多的调参数啊，可以来进行测试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测试的时间是今年啊，2025年，然后属性的话。我们可以调整，比如说每次定200刀的订单，然后加仓10次。我这次的 MA 的参考值是属于，给大家看一下吧。每一天一判断，然后呢，逻辑策略是做多是在这个 close 每天的结束要比 MA 的底下，然后做空是在 MA 的上面。这种策略呢。在今年的回测中是有一个相对还可以的一个收获吧。这种策略呢，比较有一定的条件限制。大家为什么呢？大家看这个今年的这个图啊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就明白了。今年这个图啊，大家可以看这个 MA 的中线始终是大概是贯穿在这个图表中间的，所以说这种的话，我们用这样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如果说是有一些年它的图不是这样，这种其实它叫波动行情，就震荡行情嘛。你看今年1月份挺高的，然后到后面掉到9万，然后甚至掉到7万多，这种属于一个大的震荡行情啊，
波动是相当大的，你看到年底又回来了。所以说在这个行情之下呢，使用这个低多高空，就是在高于这个 MA 均线时候做空是比较好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是在比如说大家看这段啊，大家单看这一段的情况，它这个跌得很厉害。就像如果比如说有些年是比较涨得比较多，或者跌的比较多，像这样，它跌破均线之后是一直在跌。在这种情况的话，就适合于这个跌下来，它这个逻辑跟这个有点差别啊。这个逻辑就是跌破这个均线的时候进行一个卖，然后跌到这个位置涨破的时候再进行一个买。但是这个策略在今年是不太适用的。今年适用的策略还是比如说跌破均线就进行买，因为我说了嘛，均线贯穿中间啊，所以在均线下面的日子，都可以买。然后我这里这个回测策略测的是这个，我这里设置的加仓量是10，也就是说每个方向可以有10个订单。手续费我没有设置，不过大家可以去通过我这个邀请码去这个有很高的手续费减免，到时候我都会放在视频的下方。这就是关于 MA 呀，在以前的别的年它其实是有不一样的，所以说也是正如我刚才视频开头时候说的，这个 MA 均线它一定程度上不是一个比较通用的吧。而且之前也有很多人说啊，不要看各种指标，要看只看这个 K 线啊。其实这个点呢，这点对于人的交易来说，也许这点是正确的，不要看指标。但是对于量化交易来说，这个指标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判断作用。为什么？因为指标其实就是根据这个过去的数据，包括这个 K 线图计算出来的。所以说这个指标能很大程度上帮助这个程序去判断。那么程序如果想让它读懂这个 K 线图，是不是就比较难了？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个指标。那么之后的视频呢，我也会讲其他的指标，然后还有将这些指标结合上用，因为毕竟这一个不能应对很多情况嘛。而且我在之前的文章中，我在之前的这篇文章中，我看一下啊，我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其实就是这个是否能应对极端情况啊。其实这就是属于极端情况，很多策略看似比较好，但实际如果遇到极端情况呢，看能不能应对得了。换句话说，对于极端情况，就比如说大跌的话，你能不能保证亏损少，就能保证比较稳定。量化交易的最关键还是稳定性嘛。你像如果你不够稳定，那不行。然后当然了，你也不知道这个未来的市场是多么的，是不是稳定啊？所以说这个策略的话，大家也没必要去用 Hummingbot 或者你去自己写一些Python 的脚本去跑，因为我们后面的情况仍然是未知的嘛。后面我会说一些比较稳定的策略，就是多个指标进行判断，然后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参考。当然，大家你说你照着我这个策略运行了，最后一定能保证赚吗？这个我不能保证啊，因为很多策略都是这样。那你就想这个，如果能保证赚，那谁还亏呢？是不是？所以说，当然能赚的概率也是很大，毕竟我们有这个回测数据。如果你回测数据大到一定程度的话，你还是可以选择去信任它，去尝试一下。比如你充一个2000U 去试一下，是可以的。好的，那么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